嗨，大家好，我是姚温娜，欢迎来到我的频道。Hi everyone, I'm Yaona. Welcome to my channel. For non-Mandarin speakers,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 很好，我刚刚就是录完这一切之后呢，就发现我没有接麦克风啊！我刚才讲了7分钟，完全没有接麦克风，我要速速讲完。就是呢，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是这个景，然后我想要就是请大家出一点意见。我这边旁边其实是一个柜子，然后这个柜子非常重，所以我移不动。但是我的空间就是这样，我就只是在这个柜子上面放一个背景布，因为它其实是这一种木头色，然后我不喜欢木头色，所以我就把它遮住，变成这样子。然后呢，我觉得我自己感觉现在看起来还好，就是白色配这个背景布，好像还蛮合理的。但是其实我想要把这一整个墙壁是漆成 sage 的那个颜色，就是有点灰绿灰绿的，所以我就在想说，灰绿色墙配这个背景布，或者是配底下这个木头色，会不会看起来很奇怪？而且因为这个房间比较小，所以其实我想要漆一个比较浅一点的颜色，比较不会那么的有压迫感。然后我希望就是我在工作、在录影的时候，我的背景或者是我看过去的墙面是一个比较放松的感觉，所以我才想说灰绿色说不定还不错。因为我之前住在别的地方，我有一面墙我是漆 teal 那种颜色，深蓝绿的那种颜色，然后会看起来很活泼，会觉得房间看起来比较有一点生气。但是我觉得好像让我有一点太焦虑了，会觉得静不下心的那种感觉。但我很喜欢那个颜色，但就是我自己的心态问题，所以我才想说灰绿色对于这个背景会不会好一点？在录影的时候，我的人会不会就会被吃掉？会不会不太适合录影？对，我还在犹豫，我就是已经先收集一些图片这样子，所以我想说来问一下大家的意见。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那你就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讲，或者是你想要用 Instagram 私讯我也可以。那今天的主题其实是 Get Ready with Me。我原本是想要拍圣诞节的妆容，跟可能圣诞节的衣服会怎么穿，然后跟大家闲聊一下我在国外过的圣诞节。但是呢，因为我昨天就有试妆，我就觉得不满意那个眼妆，就觉得真的拍下去可能会很失败。我不想要拍一个失败的 Get Ready with Me， 我觉得可能就大家不会想要看失败的 Get Ready with Me， 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要换主题。而且圣诞节都已经过了，大家应该不会想要看过了的东西吧？大家应该比较会想要在圣诞节之前看怎么准备圣诞节，而不是之后。我也没有去参加什么交换礼物啊，今年没有任何圣诞节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来弄一个跨年的 Get Ready with Me， 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跨年在国外的时候是做什么事情。就国外的跨年跟台湾跨年不太一样，就是我可能会做的事情也不一样，然后我化的妆其实也会不太一样。而且现在终于解封了，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要跟朋友聚会啊，然后在外面跨年。今天就来做一个跨年的 Get Ready with Me。化妆前我们要来做好妆前的打底准备。那我现在就是用 Bobbi Brown 的那个完美乳霜，因为冬天比较冷，的脸比较干一点。然后通常大家跨年的时候，你应该是会长时间的带妆。像这一次的跨年就是假日嘛，所以你可能会出去玩啊，然后你就是跨年，然后你会待到半夜，半夜过后你可能几个小时之后才会回到家，才会卸妆。不过大部分通常跨年都是在一个平日，所以你还是要先去上班嘛。你上班你会带妆，你下班之后，我想大部分人你不可能回到家，然后化了一个妆再出门，你应该就是下班之后就先去跟朋友吃饭啊，然后再去进行你要的活动。台湾应该很多人是去跨年演唱会，
然后你就是在那边困住好几个小时，所以你的底妆呢要好好的撑住，因为你也不太有机会可能去上厕所去照镜子然后补妆，你可能顶多就是下班的时候或者是在吃晚餐的空档，你才有时间可能去厕所把你一整天的妆补好，然后再让它继续撑好几个小时。而且你可以看到我脸今天这边很红，而且还长东西啊，应该是昨天吃虾虾的关系，会让皮肤有点不太稳定。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的非常在乎，可能跨年的时候会拍很多照片啊，而且跨年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人，说不定你不想要被人家看到你的妆是不完美的，你的妆是不 OK 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前几天也要忌口，因为我之前也有说过，虽然你可能对什么东西没有过敏，但是它可能会造成你的皮肤不稳定，像是海鲜、蛋奶类的。这个应该就是昨天吃虾虾的关系，但是太好吃了，怎么办呢？那我先随便拿一个绿色的，它其实是遮瑕啦，但它就是校正颜色的。那我先用绿色来把红色的地方先遮一下，鼻翼也很红，也可以涂一下。那我就先放在这里，商品名称我都会放在右上角，当下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字。那我就拿 Integrate 的那个粉底。跨年的时候，我比较不会去使用一些我可能想要尝试的彩妆品，我会拿我觉得最能信任、最能撑很久的彩妆品来上到我的脸上。那今天我想要拿蛋来上我的粉底，因为我在彩妆师的影片有看到他是怎么介绍用美妆蛋来正确的上粉底，因为通常你可能就是挤一坨这样一下，然后你就会上到脸上。那这样子你上到脸上这一块就是先一坨，然后就会卡在那，所以他是说你必须要这样子把粉底均匀的拍打完之后再上到脸上去，所以我就想要尝试看看，然后我就是先这样子均匀的分布再上到我的脸上，好像有点太薄透了就是要让你的蛋吃掉那个粉底，所以粉底的用量其实有点多。其实我以前化妆的时候，我都是先画眼妆，因为我会想要先知道我眼妆画成什么样子，再来画底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回到台湾之后，就会觉得想要先画好底妆，因为在国外的时候，我有些时候不一定会用底妆，可能就是画个眼妆，然后擦个口红，我就可以出门了。大家比较不在乎瑕疵，不会像在台湾就是一直很在乎你要怎么遮瑕，感觉不太能展现瑕疵。所以我在台湾我会先把我可能该遮的、该修的地方画好，然后再来上我的眼妆。因为在国外不知道为什么跨年感觉就是真的很暗，去的地方很暗，朋友家也会弄得暗迷蒙的，比较不会看到你脸上有问题。就是去的地方不一样，你做的事情可能不一样。反正现在这整个脸你就是要非常持妆，所以我就会拿出我最信任的 NARS 来遮瑕。因为我没有霜状的修容，所以我就会拿深色的遮瑕来修容。那我就拿这个色号 Custard 来上我的眼下，再拿 Biscuit 来修一下我的额头，跟我的下颚这边。对，我修的其实是下颚线上面，因为我不想要让我的下颚线看起来很锐利，所以我是修上面。我喜欢我的下颚线是看起来是一个弧线的，然后再修一点两颊，忘记了，我想要来修我这边。那最浅的这个 Vanilla 我就是拿来稍微有一点提亮。那我就拿 Solon 的手指遮瑕刷来晕开，因为它这个头真的很好晕。在国外的时候，通常跨年我就是先跟朋友吃饭啊，要先订位置，因为人很多，或者是有人也可能会自己煮饭，自己在家里跟朋友聚会。然后之后呢，
我们会先选好要去哪个朋友家这样子。我的朋友通常都是在朋友家待到跨完年，待过半夜，然后之后他们就会开始着装准备。我挤太多修容了，我刚刚有一点点失手。失手的话就拿那个刚刚那个镁光灯来按压一下。哎，今天怎么会这样失手呢？过了半夜之后，因为大家也会先选好要去哪个夜店，那当然也有人选择在夜店里面跨年看你。但我的朋友的话，他们都喜欢先聚会啊，然后喝到有一点微醺这样子，然后夜店又很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可能也不太会化底妆，因为夜店很暗，大家看不太到我的脸到底有什么问题。在台湾的话，好像是很多人会去看烟火啊，去参加跨年演唱会，然后这种人潮比较多的地方，我就会很在乎我的脸是怎么样呈现的，就是人家看到我的脸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个女生皮肤好差哦？对，就这边还是有点红，所以再遮一点点。就反而在国外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眼妆都会觉得我要走一个比较美的路线，所以在国外我的眼妆就会比较烟熏一点，还是很红。因为那个 Intergram 的底妆对我来讲还是有点白，就拿透明的蜜粉来定妆。我拿的是那个 Make Up Forever 的 HD 蜜粉饼。我当初买蜜粉饼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携带，比较不会洒到处都是，可以带去朋友家，然后在朋友家补妆。然后如果你是出去玩，这里有个镜子，你就是不知道在跨年演唱会现场赶快补个妆。我拿的是 Solon 的火苗刷，这支火苗刷真的，虽然它是打亮刷，但它真的很好定妆，这样子画圆很方便。然后就是画圆，把我的毛孔填住啊，然后把粉好好的定进去。哎，它这个这样子，你就是这样子无脑的刷，不用思考，就是这样子画在你的脸上就好了。那接下来呢，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在乎眼妆的人，所以我就一定要用眼影打底。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这边眼妆一条线，那我就一样拿我最信任的 NARS 这个有颜色的眼影打底。我觉得它眼影打底其实没有办法非常能够遮暗沉，但是可以稍微遮掉一点。我会上到眉毛底下，下眼睑也要上到。对，我之前就有说过，睫毛膏会晕下来嘛，还有眼线也会晕啊。在下眼睑打底可以防止晕染。我忘了说，我已经先上了一层眉唇油来敷我的唇，因为很干。然后隐形眼镜一样是戴我最近的新欢唇穿绿。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还是会画一个粉紫色眼妆，戴这个绿色会不会很怪啊？通常我是戴佳美的灰色的隐形眼镜。我觉得我跨年想要拿出来给大家展现一下我这个绿，但是如果我是要去夜店玩的话，我就会戴佳美的灰色的日抛。我觉得它在我的眼睛上真的，它很好拆下来，而且有些隐形眼镜你戴很久的时候，它会整个粘在你的眼睛上，会整个拆不下来。但那个佳美的，我有尝试过戴10几个小时，还是很好拆下来，然后也没有干。虽然隐形眼镜真的不要戴那么久了，但是你跨年嘛，没办法，你就是会在外面待那么久。我怕卡粉，我还是会稍微的定一下我的眼影打底。我拿了3盒眼影盘，但我不知道我想画什么眼影。这眼影盘好亮哦，没有办法让它不反光。这个是那个 Patrick Ta 的眼影盘，它里面就是我最常用的粉红色，所以我还在思考我要不要用它。因为我今天想要用 Make Up Forever 的亮粉，所以其实我不需要上面这些很亮的亮粉色。我还在思考，不然就是要拿那个吗 Anastasia Beverly Hills 的这一个吗？因为我也是很信任他们会在我的眼睛上待很久。这个颜色偏红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 Tarte 的眼影盘，但是这个眼影盘我没有办法拿来画一个完整的眼妆，因为它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那时候在想什么。我买的是16个雾面色，但是它这16个雾面色我觉得很好，因为它有偏紫、偏粉红。万一你可能某一个眼影盘可能里面的雾面色不够画好一个渐层，那我就会拿这一盘的雾面色来补，来把那个渐层画得很好。而且因为我今天想画烟熏妆，我喜欢他们的雾面色有这么多个选择。那不然就是我新买了6个 case 的单色眼影，但是其实我还有4个在路上。那我今天要怎么用呢？而且我买了一个我觉得很美的颜色，但是上到我的脸上就是你刚刚是真的有上这个颜色吗？这个颜色跟我的脸跟我的眼睛不就是同一个颜色吗？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别人影片就觉得哇好美哦，然后放在自己的眼睛上就觉得这个颜色在我眼睛上已经看不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只好你可以看到我的眼睛这边还是有一点点暗沉，所以我就现在把我的眼皮打底打好。虽然这个 Kate 是开价的，这是改版前的，这是它的颜色，有点看不太出来，但它实际其实比镜头再更深一点。所以这个我就会画一个很美的烟熏，因为它现在没有出这一盘了嘛。但是这个颜色它好像是跟 BR6 那一盘很像，应该是一样，但好像那个是4色，这个是5色的。那我们今天到底要画什么颜色的？我觉得我要思考一下哦，困难，想要用用看 Kate。那我就拿它这个单色眼影的 M112，先来上我的后3分基础，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哇，是一个粉灰色，但是呢，怎么看起来有点脏脏的？跨年的时候真的需要拿你最信任的眼影盘，好吗？原本这个 Kate 我要等到其他颜色到了之后再一起来画，但我实在是等不及了。假如说你现在是白天，你还有其他活动啊，你还是要去上班，其实不需要画一个这么深的眼影，你可以先画一个你平常的眼影，或者是稍微浅一点，因为比较白天嘛。然后你可以再来下班前，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你在等你的餐来啊，那你就可以先拿一个比较深的眼影来画在你的眼窝色，然后上一点亮片在你的眼皮上，我觉得也可以，才不会一整天画了一个超级 party 的烟熏妆出去外面吓人。那我再来试试看拿这个 CT511 来，也是后3分之一处，但是范围比较小一点。这个色号我怎么要搓很大力，它才有颜色？我记得 Case 的粉质是蛮软的，我觉得我还需要另外一个再更深一点颜色。那我应该会先拿 Tarte 这个颜色，好深。刚刚那个 Kate 的 CT511 颜色怎么感觉要红很多次才有颜色？然后这个 Tarte 的我就是沾一下就我靠，好深啊！我觉得没有化完妆之前都看起来好像很可怕。那这样子的话，我拿 CT511 先来把我的眼皮整个稍微上的有一点红红的颜色，因为我想要等一下的亮片是很显色的。我觉得我的眼妆真的不是很清晰耶，这是我去夜店眼妆。那现在我拿 Make Up Forever 的那个亮粉，想要拿一支这种非常蓬松的晕染刷来沾，我就会这样子，然后来这样子沾到我的眼皮上。它的亮片色真的蛮低调的，我觉得我这边深色到浅色中间没有一个中间色，想要拿一个中间色来稍微这样子把这中间有一个好一点的渐层。那我刚刚拿的是 Case 的 G311，现在把我的内眼线涂一点黑色的，然后我想要用黑色的眼线，那我就拿 Maybelline 的 Tattoo Liner， 它这个很黑。我刚刚忘记我想要用 Bobbi Brown 的眼线液了，左边刚刚是用紫色的眼线液来补好的。我刚刚
其实在画眼线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我要不要重来，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很满意这个眼妆。我自己看跟在镜头前面看，觉得这个眼妆有一点偏大地色，然后有一点红这样子。就是不要犯我犯的错，就是请拿你相信的眼影盘，拿你相信的配色，不要像我刚刚一样。其实 Kate 这个眼影，我到现在连刷色都没有刷色，因为我看别人的影片，我看别人的刷色，然后我看到这一个 CT511偏红棕色的眼影，我就觉得哇，好美。然后结果我刚才上上去的时候就，我必须要一直沾，一直沾，一直沾，然后它才有一点点颜色。就是 Tars 的那个是你沾一下，然后你上去，你还有可能会失手，就是你只能轻轻的这样子嘟一下。但是这个就是我刚才就是一直这样子用刮的感觉，然后上去就是还是一点点，所以我就有一点是不是要重来呢？是不是要重新画一个我觉得我保守的颜色这样子？现在画完眼线就好像有越来越好一点。然后对，还有下眼影，还有下面眼影没有画，用一个不同的刷子会不会好一点？而且我刚刚画的非常没有耐心，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外面好吵，就是我觉得我的邻居好像都不知道他们关大门的时候是多么的大声，因为他们的那个门是没有那个，就是这样关起来的时候会嘘，然后这样子关起来，他们就是然后我就觉得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关门有多大声吗？那我们就拿一个浅色的PS405来点亮我的眼头。一样，我刚刚也是用了好几个刷子，那个粉没有要掉下来的意思。到底在干嘛嘞？害我的眼头弄得有点脏脏的，有看到了吗？黑黑的那个，刚刚那个眼影到底在干嘛呢？只好最后用手指头，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用手指头来上眼头，所以我就只好随便把它点在我的眼皮上。现在应该可以看到它有一点亮紫紫的，就是我刚才随便乱点的。下次我会把眼影研究好，再化妆给大家看的，不会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了。那我现在要用眼眉胶，那眉胶的话，因为它这个蛮黏的，不像假睫毛胶一样要很久才会干，所以我就是先上前半段，就是我先处理我的前半段，再来处理后面，稍微来补一下我的眉尾。那睫毛的话呢，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睫毛晕的人啊，或者是你睫毛容易塌的人，那你就可以先用睫毛打底。那我个人的话，我今天就是选择 Maybelline 的这个 Sky High，然后我还在犹豫，我今天有没有要用假睫毛，因为我如果要出去玩这么晚，我可能会不小心碰到我的眼睛啊，然后出去玩这么晚，通常我回到家，我耐心也是没什么耐心卸妆，所以我就觉得不会觉得我想要用假睫毛。我觉得我的 Get Ready With Me 好失败哦，好烦哦，我有一点觉得不太爽快耶。那这个睫毛膏的话，我就是等它稍微有点干的时候，再回来上第二层，才会变得比较浓密。忘记腮红这个东西了，哈哈。今天只想要上一个轻轻的，其实我拿错腮红了，轻轻的一点点就好了。因为今天的眼妆有点重，而且今天脸有点泛红，所以我就选了一个跟泛红很像的颜色，这样就好了。然后最后，终于最后了。如果是白天啊，先出去玩啊，或是还在上班的时候，我就会先拿一个比较自然、比较浅一点的颜色，就是白天用的颜色。那白天你在外面出去玩，你还是稍微要持妆一点，所以我就是拿 NARS 的云雾唇釉。我觉得这颜色怎么还是有点深，哈哈。就是白天的时候还是会走不是重口味的路线，虽然这颜色好像看起来有点深，但是我就不会把唇形勾勒的这么的明显。边界的话，我就是晕开这样子。我觉得现在这个妆好像看起来还可以接受，好像没有那么突兀了，好像越看越正常。怎么办？我刚刚说我不想要弄一个失败的 Get Ready With Me，然后现在结果还是感觉是一个失败版的。
我只能呼吁大家说，不要做跟我一样的事情，拜托，请用自己熟悉的产品。我其实不太用打亮，所以今天就也没有打亮，就是我就在鼻头刷一点这样子，我觉得好像看起来还可以。然后上衣的话可能会换一个别的，如果是去夜店的话可能会穿黑的，那如果是在台湾可能会穿有颜色的衣服，但其实你都包紧紧的，然后穿着外套，其实里面也看不到你在干嘛。那其实我还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是有要去夜店跨年的话，或者是你在台湾你要去什么演唱会的话，因为其实我在吃饭的时候，我都会先把那个唇膏抿掉，因为我不想要吃下过多的唇膏，所以其实吃完饭之后，唇膏是斑驳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你想要继续走温柔的路线，还是说你想要比较有气氛的话，像我的话，可以擦这种大红色的，这个 NARS 的大红色，我觉得非常的红，很美，而且很持久。我觉得这个大红色非常的有气势，如果你敢擦的人，我觉得跨年蛮适合的，或者是我觉得过年再擦也可以。如果我想要去夜店的话，我可能就会换这个颜色。那今天眼妆就是这样，感觉最后好像有一点补救回来。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希望你们喜欢。那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跟确实回收。你不喜欢的东西，不想要继续用的话，可以送人、捐给弱势团体、上网拍卖或是义卖。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想支持我的话，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那我们下个礼拜见，ciao。